OK， 好，那我刚早上的时候在我的 IG 里面发了一个限动，那上面就是讲说现在好事多上面卖的 iPad Pro 2021年的版本里面也是 M1 的处理器，那它的128GB 的价格是22,899元，那这个跟现在新推出来的 iPad Air 的256GB 就只是差了1块钱台币。那我知道我在先前的影片有讲过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啦，可是其实市面上的卖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好事多的价格，它其实相对来讲比 iPad Air 还要便宜的这么一点点吼。那这个我就让大家很多在选择的情况下觉得更加的困难。那我又收到更多的私讯。该不该等啊？是不是会有 M2 啊？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那我这边就再来好好解释一下，因为说真的，我现在自己看到这个，我觉得选择上面也是有点的困难。那我们今天就一并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一次2022年新推出来的 iPad Air 第5代，到底值不值得购买，或者什么样的人可能应该去购买它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那第一个回答的问题呢，就是那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是不是应该等 M2 版本的 iPad Pro？ 那这个时间点呢，它是会跟 M2 处理器出来的 Mac 一起同时推出呢，还是会切开？这个我们目前当然还不是很知道。我自己是认为，如果说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 ，M2 的处理器正式推出的话，那或许 iPad Pro 可能会在那个之后晚一点点，但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在那个阶段 ，iPad Pro 的 M2 的版本，它们价格之间的差距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跟 iPad Air 之间这么的接近。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预想是说，这一次的11寸的 iPad Pro 也可能也会顺势也升级到 Mini LED 的萤幕。那先前没有做这样的升级，据很多消息来源的讲法，就是因为 Mini LED 的萤幕产量不够。那当初在升级到 Mini LED 的萤幕，我们第一要知道就是说，它的机身有稍微变厚了一点。那第二就是它的价格有稍微提高了一点。那所以同理，我们也可以去想说，这一次应该也会发生在11寸上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观众就觉得他们选择上又更加困难了，是不是应该等到 M2 的版本？那我觉得又回到一个最基本需求上面的一个问题，你到底对这个 iPad 有多大的需求？你就只是没有真的很需要，可是又想要买来当娱乐机或什么使用，可是又不想买到即将更新的版本。那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真的很需要使用它嘛，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多余的东西，那你可能就是想要买它而已。那如果只是一个想要买的东西的话，那当然我觉得就是等嘛，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觉得买 iPad Air它的价格怎么跟 iPad Pro 太接近不划算，那你在看上去到 iPad Pro 的时候，你又觉得说，是不是又要出 M2 的版本？我现在又不想买，又不划算，那基本上就代表你的这个装置没有一个急需性。那你等到 M2 的版本出来之后呢，那不管到时候 M2 的版本有没有涨价？那我相信现在既有 M1 的 iPad Pro 版本，它的价格也会向下调整。那这种时候，不管你是在市面上的经销商买降价后的版本，或者去苹果直接去购买那种整新机的话，它的价格又一定会比现在相对起来还要便宜。那其实 M2 跟 M1 之间的差距呢，在 iPad Pro 上面，或者在整体 iPad 上面，以目前来讲，它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我个人认为，至少在现在 iPad OS 给它的限制架构上面，其实就算是 A15 跟 M1 的差距，你也不会感到这么的明显。那我们刚刚讲到 iPad OS 的限制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说，这一次的6月，如果说 iPad Air 也升级到 M1 的处理器，是不是代表苹果有可能对 iPad OS 会进行一个比较大的更新呢？那我们一样的情况拉回到去年啦，苹果也是在春季的时候推出了这个 M1 版本的 iPad Pro， 那大家就去想说，哇，如果你把这个笔电型的这个处理器放到 iPad Pro 上面，就代表6月我们在 iPad Pro 上面会看到一个更接近桌机版本的 iPad OS。那事后出来证明还是没有，那甚至是像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可能 Final Cut Pro 啊，或是一些专业的软体会终于释放到 iPad OS 上面，那现在也还是没有看到。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要去以这个期待说，苹果终于可能会让 iPad OS 跟 Mac OS 更加接近的这个方式，而先去购买这个版本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如果你真的对生产力有需求，如果你是期待买这台 iPad， 可能未来它的使用方式会更接近 Mac 的话，那我觉得就代表你真的使用的情况下，你需要的可能是 Mac， 那可能 iPad 对你而言就是一个比较辅助啊或者娱乐性的装置。那这种时候，你可能去买 Mac， 对你的生产力而言是一个比较有价值、比较合理的做法。你需要什么你就
就先去买什么。那如果苹果将来真的推出这样的更新，真的解放 iPad OS 的时候，那你再去买 iPad 也不迟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回来到 iPad Air 本身上面。那现在 iPad Air 推出了这个 M1 的版本，那我觉得苹果他们在容量选择上面也是故意的，只有给你64GB 跟256GB，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给你中间一个128GB，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最多人的选择，因为它的价差跟 iPad Pro 就会拉出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可是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个处理器的关系，就单纯去比处理器啊，或是比它萤幕的尺寸，而去想说哪一个可能比较划算齁。那其实 iPad Pro 本身相对 iPad Air， 除了现在处理器，就算是一样的情况下，它们在萤幕啊或其他规格上面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那我们先从后面看起来。那它的主镜头虽然说看起来应该是一样，可是它还是多了一个超广角镜头，那它还多了一个 LiDAR。那这个你或许不会去使用到它，可你可以去想一下，超广角镜头，那或者是 LiDAR， 它可能在拍人像模式啊，在你拍照上面，如果你会使用到相机的情况下，它的使用方式就是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再来呢，我们把它转到前面，那人物居中的镜头现在2台都有了，可是呢，在 iPad Pro 上面，他们还是有 Face ID 的这个功能在上面。那所以在 iPad Air 上面就是只有指纹解锁，然后在 iPad Pro 上面就是 Face ID 的解锁。那以我自己本身使用会用到 iPad 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在家里或是在办公室的情况下，我也不会戴口罩。那我个人觉得，其实 Face ID 相对指纹解锁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我觉得它指纹解锁放在电源键上面，有时候你在调不同情况的时候，我不太会去习惯说要用哪一只手指去解锁，或是怎么去设定它。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一打开 Face ID 就直接解锁，是一个更直觉、更简单的解锁方式。所以呢，这一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差距。看指纹解锁跟 Face ID 这两者你在不在意？那有人非常在意 CP 值的话，就觉得说 Face ID 这个模组感觉起来贵了不少，那这样买起来应该是比较划算。那在前面的部分当然还有萤幕，其实萤幕看起来算是差不多，但它的大小跟解析度是有差一点点，因为 iPad Pro 它是大了0.1寸嘛。那我觉得这个在使用上大致上可以忽略它，你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那只是说它萤幕边缘的这个切角的这个弧角的地方，在 iPad Pro 上面看起来是比较自然一点点。只是就像我想，这个并不是这么重要。那可是萤幕本身呢，像最大的亮度是有差了那么一点点。那再就在它的萤幕更新率上面，那萤幕更新率上面，这个我们要来解释一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体验到它的差别哦。那如果你在一般使用的情况下，如果你就是简单的滑滑网页啊，看看影片，那影片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影片是以120Hz 的方式去播放啦。你大部分看到可能就是24、30或者60什么等等。所以如果你主要的使用情况下是看影片的话，大致上不会感觉出来差别。那这个120Hz 在什么地方感觉会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常去滑网页什么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爽感的感觉啦。那如果你没有已经习惯120Hz 的萤幕这种滑顺感的话，你或许根本不会感觉到差别。可是当你一习惯这个120Hz之后，再回去60Hz，你至少在前几天或前一个礼拜，你都会感觉出来它的差别。那我觉得真的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差别，就是你有没有要使用这台 iPad 用来画画。因为我觉得在使用 Apple Pencil跟真的是拿来画画的时候，它的体验感差距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哦。更尤其如果你今天是比较专业的使用，你是真的靠画画为生啊，或者你是读相关科系，或是你真的就是对这个在 iPad 上面画画很有兴趣，你很大部分的时间真的是花在这个上面的话，那我就真的觉得其实买到 iPad Pro 会是比较聪明的选择。那再来呢，我们就讲到它接孔的部分哦。那现在的 iPad Air 虽然放进了 M1 的处理器，理论上它是可以在接孔部分也支援雷电4嘛，可是现在规格表上面看起来就是没有，它就是还是只有支援到 USB 3。那这个部分我敢说，其实一般如果你没有在外接硬碟、外接使用装置的话，你会完全无感。但是如果你今天买这一台 iPad 或是 iPad Pro， 你可能要做一些影片剪辑，你有些资料要从外接硬碟做储存转移的话，那这个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因为其实在 iPad Pro 上面，就算它支援到雷电4，它的传输速度还是没有像真的 Mac 上面的雷电4这么快了。所以这个你也要去大概思考说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使用 iPad 真的会使用外接硬碟嘛？真的会拿它用来剪片嘛？那回到我刚先讲的嘛，如果你真的是急需生产力你真的是有在上面做很大量的剪辑影片的话，或许 iPad 本身就不适合你。但如果你是有一些简单轻度的剪辑，或是说你就是习惯在 iPad OS 这个模式下面做影片剪辑的话，因为当然每个人使用习惯不一样，有个新一代的人他就是觉得说，触控萤幕用来剪辑是比较方便的。那这种时候你就要去思考说，他们这两者之间虽然同样是 M1 的处理器，可是一个只有支援 USB 3，一个支援到雷电4，这个对你而言是有多重要？那再另外就是它的喇叭扬声器的部分嘛。那现在其实 iPad Air 它有支援这个立体声，可是在 iPad Pro 上面它是
是4道的养声器。那这个当然是在看影片，如果你今天就真的是娱乐需求或者什么的影片，你觉得音效上面对你而言是非常重要。可是当然在平板上面，它的音效都不会到非常非常好。那也或许你可能要现场真的去听听看，自己去体验这两者的差别，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决定性需要去选哪一台的一个原因。OK， 所以我们最后讲回来，如果你今天买 iPad Air， 就像我先前有讲的嘛，你的需求就是非常的简单，你觉得里面64GB 的这个容量储存容量已经足够你使用，你觉得你搭配可能 iCloud 或者你平常在使用的模式根本不用到那么大的储存量的话，那这种时候我就觉得买 iPad Air 搭配 M1 是一个蛮值得的选择，因为你是用一个最低的价格去进入到这个里面搭配 M1 的这个平板。那其实以 A15 来讲，都可能是市面上最强效的平板，然后现在又放进 M1 的话，那这个当然是如果你有真的这些需求的话，体验感当然是会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向上一级买到256GB 的话，那我们看到说它跟现在 iPad Pro 的价格 128GB 的算是一样。那这两者之间差距的这个 128GB 对你而言重不重要？一般来讲128都够大部分的人使用。那你这个以同样的价格去买到我刚刚讲到多出这么多的这些硬体上的配备啊，或是你实际使用上就算只是拿来当娱乐机，它的体验感也会好这么多的情况下，就觉得不太有什么理由会去推荐 iPad Air。但我觉得大家也是要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啦。那很多人其实在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像我自己有时候看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今天要买本来就是 iPad Air， 我知道我可能也不需要什么，可是当你看到它只有64GB， 那虽然你不需要那个容量，可是你会向上看嘛？你向上看你就觉得256，它的价格是22,900，然后这种时候你又在往旁边看到 iPad Pro， 外面128也卖22,900，那你就会有这种我好像捏一下就可以买到更好，捏一下就可以买到更好，有时候会是一个不断向上延伸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都会忘了说，其实我的使用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这样一直加钱上去啊。那有时候他们厂商价格做这样的切法或是这样的差距，就是为了吸引你一直向上买。所以有时候也要清醒一下，好好想一下自己真的需要的是什么。那或许就买一个最入门的 iPad Air 就非常供你使用。那或许你真的去想，你可能也没有一定要去买嘛，就真的要去清楚说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那另外你要去思考到的点啦，其实一般轻度使用、文书使用，你就算想要再加一个 Apple Pencil 或是加一个键盘的组合，这个价格都还是要再加上去了。那这种时候，如果这些容量你没有需求的话，它的64GB已经够你使用，那你又想要有一个键盘啊、有轨迹板啊、有这个整套的组合的话，那你以 iPad Air 最入门的版本再加个9000多块就可以有一个键盘套组还有轨迹板，那你整体下来就是25,000块左右，你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组合。你要做一般的文书处理啊，或是基本上一般简单的剪辑，或是娱乐啊，或是上课使用，这样的整体组合下来都非常供你使用。那中间跟这个256之间的差距，或者是跟 iPad Pro 128之间差了这个7-8千块的价格，你可以买个键盘组，你可以买个笔，就是你其实可以买到的配备跟你在整体使用上的体验会好更多。那所以大家也是要去想想看到底自己真的需要什么。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大致上就把这些差距分析出来了。那希望把这样都摊开来讲之后，最后再去想想自己的需求，可能这样的影片会对你有点帮助。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要小张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